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琳。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中国的两会哦，很多人当然都很关注啊，在这个两会里面到底有哪些的内容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哦。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要邀请到平息最精准的我们明居正老师哦，来帮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哦，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这一次的两会里面的相关的这些内容的部分，可以做哪些给我们作为一个重要的资讯跟参考。那首先是不是欢迎我们的透视中国高级研究员以及我们台大荣誉系教授明居正老师？主持人洪立老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想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两会的部分哦。那其中李克强他有政府的工作报告，那大家非常的瞩目哦。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您看到了哪些的内容？好，那刚刚你提到人大跟政协两会，一般来说政协比较是一个花瓶嘛，所以大家都不太谈它。是，那重点都摆在这个人大上面。然后人大重中之重的，就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总理的每一次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那么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呢，分成几个大块。第一大块就是1年来重点工作总结，就像去年一样。那么去年过了之后，他就报告前年的情况。再来就是“13+5”的成就，就是过去5年呢13个5年计划的成就。再来就是今年是“14+5”的这个规划的第一年，就是“14+5”的目标是什么，他也做了铺陈。那么这“14+5”当然是5年计划了。那么既然今年是第一年的话，那么今年第一年要干什么？那就下一个部分就今年的这个目标，然后最后是一个结论。所以大概分成这么5、6块，5、6大部分。所以我想这个中座的重点，我想我们就请老师一一的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哦。那当然啦，这个重点不外乎怎么对抗武汉肺炎、成就经济发展，大体上也都是过往一个重点或者民众他们包含中国境内关心的一些议题哦。那老师还有哪些呢？大概我想第一个你刚刚讲了，就是关于这武汉肺炎，他们叫做新冠肺炎了。那比较奇怪就是他当然会讲说，对抗这个武汉肺炎，对抗新冠肺炎呢有成就。可你仔细看呢，第一它篇幅并不长。照理说这么大一件事情，在全世界搞了这个几千万人这个染疫，然后在这个又死了多少百万人，中国大陆你如果说真的按照他讲的一样，全部不到10万人染疫，那死亡不过是几千人，那不过是美国的几分之几，美国已经死掉到50万人了，他应该是大书特书，这了不得的事情啊！就第一呢，它篇幅非常短；第二，语言非常抽象而空洞。什么叫抽象而空洞呢？基本上没有数字。是，美国如果要出来做这个报告，它必须报告什么？我们染疫多少人？然后这个最后呢，死亡多少人？然后相关的我们猜测案例多少？然后这当中轻症、重症什么等等，恢复情况什么等等。最重要就是你中共如果真的这么本事，全治愈了这么多人，你要报告治愈情况啊。你怎么治愈的？用什么办法治愈的？那给别的国家要一些参考啊。然后我们在一般的公卫的做法啊。治愈之后你要追踪，是它有没有后面的变化？比如说，什么日本就报告说啊，他记忆什么丧失啦，或者说什么空间的这判断的这个弱化啦，啊，或者甚至等等啦，或者说这个什么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等等，也就是他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呢受到影响。这些你要讲啊，我们在这边都完全没看到。可令人惊讶就是，你说政府工作报告，你好歹提一下数字都没有。那你如果说他现在不是大量出口疫苗吗？各国都买了很多疫苗，他应该告诉大家说，我疫苗多厉害，我发展出了什么国药1号、国药2什么等等，然后多厉害多厉害，卖到哪一国，帮助了哪一国拿多少事情，没有讲。很抽象的空洞啊！我们战胜了，我们在这个习主席领导之下，我们战胜什么？大家团结一心什么等等。你会觉得说这后面问题太多了，他都没有讲。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他当然讲说，经济呢稳定下来了。照理说，你应该大书特书，就是在武汉肺炎或新冠肺炎冲击之下，这经济受到多大的影响，我们花了多大力想把稳定下来了。他就描述我们稳定了，我们6稳6保都做到了，然后帮助中小微企业过关什么等等。好，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当然我们猜得到，就是就业稳定了。我们不是讲说这些冲击民生是什么就业稳定了。然后当然不忘记提到说这个消除贫困的问题，像我们讲说这个扶贫的问题。
再一个部分呢，就谈到大国外交，可是这跟一般的国情报告不一样。国情报告谈大国外交或谈国家外交呢，通常会相当篇幅，它也是很简短，也是我们外交很成功什么的就过去了。然后最后比较有趣就是有一段叫做困难与挑战这个地方倒算是讲的老实，所以就这么几个部分呢，整个读下去你看的结构呢，你会觉得说很惊讶，就是说这跟你想象中的，或者他应该真正触及到的问题呢，很多他好像没有碰到。是这个理论上，过往中共很喜欢大外宣，一定是刚刚老师讲的大说特说，疫苗多厉害，治愈多少人。我觉得啦，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说了一个谎，要花更多时间圆其他的谎”。我觉得他干脆不要给数字了。常可能看到老师节目这样在讲，我宁可不给数字，给了数字，到时候人家说怎么可能只有几万，光哪个省就多少万，到时候他又很麻烦。所以当然回到困境跟挑战的部分，这刚刚老师讲的，导师还蛮诚实，愿意面对自己的不足哦。那到李克强谈的这个困境挑战是哪些呢？当然他是老师，他是把问题点出来了，但是坦白说，基本上没有申论。他列了10几个题目我一刻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肺炎呢仍然在全球蔓延。第二呢，所以国际情势不稳定跟不确定因素增多。那么这个话呢，在别的地方出现，尤其是后来习近平特别讲这个话，就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多，所以要准备打仗。他倒就呼应了一下，但是没有去申论。但这个地方主要是给习近平跟给军方去讲。第二点，第三呢，所以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中共讲这话意思就是说呢，复杂严峻，表示说对他形成了挑战了。但他又没有说，他就告诉说这个情况很严重。那为什么很严重呢？我们过去讲过，我们把它连起来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比起来，有一个特色，它对外贸的依赖比重比较高，这在大国当中比较少见。它对外贸的依赖呢，大概到20%到30%之间。当然前一阵说降到3%，从60几降到31%，看起来是很大的成就。那么后来当又说又再减少一点点，那么现在大概具体数字就是25到31之间，大概这样子。这个数字依然非常高，也就是中国大陆每赚100块钱，大概四分之一呢是靠外贸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国际的政治、经济跟公共卫生情况不稳定的话，那么别的国家贸易不畅旺的话呢，他就没办法给他进行贸易。他东西卖不出去，为什么？人家不想买，人家没有这能力买，或者人家的消费力整体下降，因为他要去防疫要干什么？所以这句话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叫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是告诉大家说，其实对他经济冲击很大。好，那然后再来第四，国内疫情防控有薄弱环节这话讲得很客气。我们看到这边又报那边又报，然后再来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固。再来是居民消费受到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中小微企业跟个体户困难多，然后稳就业压力大。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分成多点呢，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从武汉肺炎冲击所产生的，冲击到自己，冲击到全球，冲击到联动关系。好，这前面大概一半。后面讲说创新能力不足啦，财政收支困难啦，生态环保还不做得不好啦，民生领域还有不足啦，然后政府工作不足呢，他特别强调说官僚主义程度官僚主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就要成老师的话。然后这个很多干部呢不担当不作为情况还存在，最后他说一些领域的腐败问题仍有发生。前阵子不是才抓了几个大贪官吗？赖小民什么等等，有的枪毙了吗？所以我说他是老实，但是也是一样，用很简单、用比较抽象的话语呢，一句话就带过了很多的问题，但他至少是把一些问题摊出来给大家看了。是，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好奇“13+5”，毕竟过去做的成果，应该很喜欢敲锣打鼓。到底李克强怎么来界定“13+5”的整个计划最后的一些发展的状况？当然，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他们是采取5年计划嘛，就每5年一次，每5年推动一个规划。我们不是说国家经济不应该规划，因为经济到现在非常复杂，国家的这种经济政策也好，或者说这个财政政策也好，或者说补助政策也好呢，它必须有一些瞄准的方向，就是。
譬如说现在如果说以中国大陆呢，他还去什么把钱投入什么制造阳伞工业了或皮鞋工业，那当然就不恰当了嘛。所以以他来说，现在既然是高科技比较重要，农业比较重要，粮食比较重要的话，他钱就应该往这边走。所以他就应该告诉我们说，他钱投下去之后，然后在过去5年当中得到什么成果。他当然有一段话，但整体来说呢，我先问你啊，你看过这个报告没有？这部分好，那你是有谱的了。你原来认为他在写13.5的成就的时候，你认为他篇幅应该有多大？你觉得？当然要非常大啊，因为我这就是我说书的嘛，因为未来的愿景还没做，我当然要已经做过的东西好好讲一下。对，好，他这个报告是16000多字，这地方少说应该是1/3到1/4，对不对？是1/3就5000多字，1/4就4000多字。那这地方呢，我算了一下，不到1000字。这个不是就可以想象，你写了一个企划书哦，然后到年底结案了，你一定要大书特书说，你看你给我这些钱做这些事情，我有什么多好的成就，就1000个字就结案了，搞不好贴2张照片。对不到1000字哦，对，不到1000字，这个可能有点偷懒的嫌疑哦。老师怎么回事？要么就偷懒，要么就是成绩真的不够。他不能说太多，因为言多必失，说多了就被大家挑到毛病了。好，我们看他说了什么。他说，过去5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共哪一年没有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这好空洞哦。啊，是这样。然后经济运行整体平稳，然后经济结构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70万亿元增加到超过100万亿元。那坦白说，如果这数字是真实可靠的话，这成就还算不错，也就增长多少呢？大概40%以上。对不对？你这样粗算一下。对。然后创新型的这个国家建设成果丰硕，他举了几个具体例子啊，载人航天啊，我们叫航空，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机、量子信息，这是列出了几个4、5个比较重大的东西。我们的确看到是有突破，没有错，这都是事实。它重大推进了。再来讲的比较多的是脱贫攻坚啊，就我们讲说它消除了这个贫困什么等等，帮助9900万人脱贫啦，然后多少多个县呐，多少个村呐，什么等等，那一路排下来。可是我们上次特别强调，它这个脱贫呢是脱离绝对贫困。什么叫绝对贫困呢？联合国标准是每人每天赚1块钱美元，就差不多28到30块台币，一人一天赚28到30块台币以下叫绝对贫困。中共说这个标准呢，那对我们中国不适用，我们中国是0.7，所以换句话说，大概每人每天赚大概差不多18块到20块几块钱的新台币啊，叫做绝对贫困。大家想想看到 Seven 打工1个小时多少钱？都100多块。100多块，大家现在听懂了吗？啊，这样对比，大家明白了。当然，就是说台湾到底是世界上算是比较前30-40名的经济体，你跟大陆上比呢，当然是不太公平。我常常就讲说，如果当年中国不是走共产主义，走的是三民主义，你看今天有多大差距？那今天他告诉你说，我有重大成就，然后呢，这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然后就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共执政70年才勉强达到我们几十年前的水平，现在拿出来这样讲，你说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花了这么多东西，搞了这么多计划，弄了半天，搞了5年，他用大概不到1000字告诉你说我做成这些事情。这听起来感觉很怪吧？对，听起来非常的怪，而且我想这个要说是成就很怪，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总是应该是针对现有的部分的成就做一个梳理，然后去检视，接下来才有在下一个5年的新的挑战。那看起来这个原来的基础显然都有问题，所以我当然就很好奇，如果前面都掰得这么辛苦，老师那14.5到底大家能给大家什么愿景？再脱贫，再更高脱贫，再更高技术，我觉得这个我也会讲，这个以后我来写好了，我们可以免费帮这个中共来写这个报告。他14.5呢讲的也是比较抽象。他说我们要搞经济发展，这猜得到了，要创新驱动，这个观念是个不错的观念，他们也经常讲这个东西。但问题是，
创新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们不是小看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只是讲说，因为这种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的结构，使得有的事情呢不容易做到。我倒不说资本主义多好多好，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我们同时看见资本主义很大的优点，就是它充分利用人的自私心理跟贪婪心理。好，那么人都自私，对不对？那共产主义想法是我要消灭自私，然后培养你的这个为公的这想法，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如果说人的私心真的还在，你又不能恰当的，我要说清楚啊，恰当的照顾到人的私心的话，你拼命去追求公心的部分或公众的部分，最后造成一个假东西，是不是这样？大家会造假来骗你。创新驱动，为什么我特别拿出来讲这件事情呢？在别的国家，创新驱动呢，第一受到专利的保护，第二呢，它是要追逐利益的。我不说追逐利益一定很好，但是刚才讲了，既然人有一定私心的话，你就必须在肯定或者承认人的私心的基础上面，然后给他一个动机，给他一个诱因。那么所谓动机诱因，就是第一，刚刚讲的专利；第二呢，当这专利你拿去卖钱的时候呢，那么这钱呢归你。然后，所以因为人的自私心理驱动，所以人会去创新，所以大家就现在发明各种各样的 apps 啦，发明这个发明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希望说能够创造一个能够创造钱的机会。所以创新驱动呢，看起来是推动科技的一个基础，但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的这个因素，而这逻辑因素呢，基本上还是人性。好。所以他讲说，在第三个部分要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内循环。那这个地方他倒没有特别讲内循环，他还没有讲说国内国外没有大肆鼓吹说国内国外双循环，他是轻轻讲了一下，特别讲了强大国内市场，就跟我们前面讲的相呼应了。如果我们前面说的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困难复杂，这就呼应到这里说，因为世界经济形势复杂，所以我们对外贸的依赖必须降低，对外贸依赖降低必须强大国内市场，这原来是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个中国大陆长期这么高比例靠这个外贸去拉动经济的这么一个经济来说，这样讲就告诉你说，其实出现很大的问题。然后这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呢，乡村振兴，这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那么三农问题在中国呢，一直长期以来是一个应该说沉疴了啦，这个这么久的都没有解决。有些国家呢，基本上农业很发达，像北欧有些国家农业很发达，荷兰农业很发达，比重很高。荷兰的农业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这畜牧业，第二呢是养花养花这个种草养花之类的，这个很发达。而这个是农业，那中国大陆农业呢，请各位注意啊，大部分是我们说的生存农业。什么生存农业？用另外一句话叫做糊口农业。也就是说，我种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拿来吃的，要么就给我吃，要么就给家禽家畜吃。他们吃完之后，我再吃家禽家畜，所以基本上是糊口用，我们叫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糊口的农业。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农业的产品距离出口呢还有相当距离，你去看到进出口数字就行了。它不是没有出口，当然有出口。也就是说，当它国际价格相对价差划算的，它会出口。那么价差划算的，它就买进来。可整体来说呢，就是买进来的数量很大，卖出去数量很少，表示说农业出口的能力不足。那么农业出口能力不足呢，当然如果说你工业可补关，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农业出口能力不足，然后呢，对于这个外进口粮食的依赖的比重又这么高的话，其实是有危险的。所以他提出乡村振兴的这话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如果农村的这个农村农业农民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务农的这个我们叫做生产力不足的话，那么工农两条腿不平衡呢，它一定会走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他们看到问题所在，但是我们一直强调说，为什么看见问题所在而解决不了呢？基本上跟他的政治体制有关系。他如果政治上采取一党专政，然后经济上还在搞这套计划经济的话，那么
迟早呢会翻车，所以他先看到问题呢，但不一定能解决。在第5个部分强调改革开放，这就空话了哈。是。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把这点点出来之后呢，但是同样的篇幅比较短。照理说，当然他前面有个“十四五”规划什么写得很长了，可是我们觉得奇怪就是“十四五”规划那么长的一个东西里面呢，有个重点呢没有摘在这里，整个说法呢。比当时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那个整个报告来说呢，比较抽象、比较保守，少了很多东西，所以这点让我们很惊讶。照理说呢，这么重要的事情呢，也应该把那个重点摘出来，摘得很好。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将来还是仔细观察呢。他拿掉的部分是不是表示说那地方将来可能要有所收缩？收缩原因呢，我们猜是2个。一个就是国家财政力量不够，第二就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科技实力推不到这一步，所以这2者呢有所收缩。那这点呢可能还有待观察。这个当然也是值得大家来观察一下。当然接着的部分，大家都会说，那今年马上立即的不谈过去的，不敢谈过去，然后对未来的部分也是很保守，总是今年立即的马上的遇到的状况会比较清楚吧？对，这点倒是。清楚的很，他列了20几项，大概25、26项。那我不能全都说了，我就把特别值得谈的呢提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是 GDP 的目标，这大家非常关切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的报告当中没有提 GDP 目标，因为不是武汉肺炎嘛，然后情况很严重，他们对未来没有底，所以不敢说数字。最后年底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成长2.3%。全世界都不相信啊！台湾有一些不明就里人相信了，然后2.3%，台湾是2.8、2.9嘛，这个几十年第一次比大陆高，啊，非常罕见。但他说6%，当他说6%的时候，全世界很多国家是不相信的，很多这些重要的经济组织什么的也都说这数字不太可能。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反正他说了。这第2个，第3个值得谈的呢，就是所有制的问题。大陆有国企、民企跟外企啊，是分别的贡献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花一些篇幅谈一样东西，混合所有制，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呢，把私营企业收过来，然后国家把它吃掉，然后来运作。如果说混合所有制可以做成功的话，过去几十年改革根本就改错了。你很早就应该搞混合所有制，你就不应该放手搞民企。朱镕基花了这么大时间去搞民企，然后赵子阳前面花了时间搞民企，然后这个前面李鹏也搞了一些民企，就现在到时候你要开倒车搞混合所有制，这说明一件事情，并不是他认为说国企不行，民企比较好，然后我要用民企办法，不是这意思，而是告诉你说他想掌握民企的资金，要准备这金融危机，或准备这经济危机啊，不只是金融危机。他虽然很漂亮，叫做混合所有制，他是不想重复50年代讲的叫公私合营。过去我记得我好像跟洪林兄谈过这点，我说我当面访问过大陆的一些商人，就真的是民企商人，我说你们怎么看这问题？他们说这就是第2次的公私合营，他就要吃我们，共产党要吃我们了。讲这句话是2、3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呢，他提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看到去年1年的发展呢，这步调越来越快。步调越来越快呢，不只是说他想走回共产主义集权，真正的打击他力量呢，在于说国际经济形势跟国内经济形势的不可靠，所谓不稳定性，所以他往这边走。再来讲说优化产业供应链，去年1年呢，他吃了很大的苦头了吧，对不对？那时候我大概从2017年的下半年，我们开始预测，我们说。这些外企呢，或合资企业呢，会大量的离开大陆。当时大家不相信，我们说几个原因：第一，大陆的这个成本增高了；第二呢，这个后来18年的时候，贸易战开打之后，我们说会加速这个趋势，也就外企离开越来越多。大陆网民怎么说？厉害了，我的国，我把谁打跑了？我把谁打跑？我把谁打跑了？当时我们说，你要看见问题的核心，这不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你这个经济体的吸引力不够了，人家离开你了，离开之后会带来2个负面结果：第一，你的 GDP 会下滑；第二呢，你的整个这个失业率会上升。大家当时不相信，我们说2017年、2018讲的话，现在发现了。
所以他说优化产业供应链，比方说这么多这些产业都离开大陆之后呢，它的产业会断裂的。它的产业会断裂的。我们还不说晶片呢，是就光说整体生产产业来说，它会断裂。所以优化产业供应链，它是这个意思。扩大消费就是说内循环的这个部分了。巩固脱贫，什么叫巩固脱贫？有可能返贫。也就是现在是脱贫了，为什么？现在国家出大力气帮你，然后你脱贫了，宣传上的好看了。可只要国家不再补贴，或国家补贴减少一点点，你可能又返贫了，你又回到绝对贫困，所以它要巩固脱贫。这话倒是老实的了，就有可能会返贫了。在粮食问题它也很轻描淡写，将来我们就会再详细说。各位注意去查一下数字。他今年年初报出来，去年下半年到年底购买粮食的比例比过去大非常非常多。这有空我们将来再专门说。再来是一带一路，在过去的文献当中，一带一路吹嘘很大，然后我们也谈过很多次，说一带一路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我们说大概没有表面上说的那么好，它可能会有很多烂账烂头，甚至有很多贪污什么等等。然后加上大国的打压呢，所以一带一路呢可能会踢到铁板，碰到很大的困难。很多人骂我说你这个就是看不起中国，我说不是，咱们实事求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困难跟挑战，你就晓得可不可行。好，那现在发现真的不太成功，所以一带一路呢大概也就是100-200字就讲完了，你也很难想象啊，对不对？然后公共卫生在这里面呢没有提新冠肺炎，这让人非常惊讶的事情。退休养老，他没有谈说养老金制度呢设计不良，可能几年要出现问题。台湾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了。台湾说医保啊什么劳保可能要出问题，我们拼命在电视上喊，他们从来不说，但现在告诉你说肯定有问题了。然后再来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说我们要做好等等，又是很抽象，不谈新疆，不谈西藏。然后一国两制呢，香港、澳门呢讲一些空话，完全没有提香港的动乱，没有提香港的镇压，什么都没有讲，就讲说台湾问题，要讲说我们要和平发展，祖国统一。最奇怪的就是他没有谈一国两制。这么多年来讲一国两制，现在不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很简单，一国两制香港彻底失败，没人相信了，所以不能说了。是，当然这份工作报告，如果老师看了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政府的这个包含就是整体的看法，有什么这个建议啊？我想不管是我们政府台湾的政府，或者我想许多在关心中国相对应发展，甚至我想搞不好一些企业都把老师这一集当作是一个还蛮重要精辟的一个分析让大家了解整个趋势的一个发展。那老师，你整体这样看完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第一，当然就是国际媒体常常会批评大陆这些报告叫做假大空套废，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那这些话比较重了，我不想这样讲。但是我们必须说呢，里面大话、空话非常多，套话非常多，实在东西不够了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刚讲了“13+5”的成就呢，照理说你应该讲得很明确，讲得很完整。现在文字也太少，也让人怀疑。再来就是关键问题呢，避重就轻。第一，武汉肺炎会不会再发？那事实上再发你应该讲，那么你也没有说清楚。第二呢，现在的工业发展跟商业发展很大程度靠高科技，高科技呢，简单说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半导体跟晶片的问题，大陆叫芯片。他们过去搞了那全民炼芯嘛，不是刚像大炼钢铁一样，武汉红芯什么吹得一塌糊涂嘛，紫光集团吹得一塌糊涂嘛，现在垮掉了，为什么一字不提？再来失业问题，800-900万的这些新的毕业生到底就业情况如何？你有没有去讲？再来经济成长数据的可靠性，这6%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说清楚？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粮食问题、民营企业问题什么等等，然后巩固脱贫问题，这东西呢都没有说清楚。那再来2个，一个是香港问题，刚刚讲说，他还表面还讲说香港一国两制怎么样怎么样，还说要巩固，那这话真的是胡说了啦。一国两制被你完成一国一制，然后被玩得更惨，将来到了怎么走，你要不有个明确交代。最后就是你的战狼外交，全世界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你基本上只字不提。当然你可以说这不说李克强的这个领域。但是作为一个政府的是作为党国的第2号领导人，你必须要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东西不是说完全摆在行情报告里面才能讲的。所以作为总理来说，这些问题不谈呢，那另外大家猜的就是他的权力是不是被缩减了？
这大家的另外重大的怀疑。是，也有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他很多想要说的话，也许也因为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做一些揭露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这节目就很快速的带来启明老师很精辟的告诉大家中国两会到底要怎么样来做看待。当然特别讲，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所有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甚至我觉得国外的政治人物，还有所有关心中国议题发展的朋友，你必须要了解的内容。我都觉得每次透过老师的这些精辟的分析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我们短短的这个30多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解整个两会的全貌，一定是非常物超所值当然也期待大家把这些内容可以帮我们协助转传给更多的朋友了解这些内容，因为里面其实有些东西真的应该可以再做进一步。老师刚刚提到去做分析比方说过去中国企业最被诟病的部分就是它透过国营的这种背景，然后事实上外面又是一个民营企业，大肆的进军各国去收购，大家就认为这是一个贸易不公的部分。他现在又搞这个国民和，这是不是坐实了？你又不是国际上会更倒霉，或者是这标准的就是赚钱归国，然后赔钱归民，这到底在搞什么鬼？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再细看，真的可以看老师刚刚提到的那几个面向。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集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但我们也会持续来做关注，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的节目做更多的转传，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荣麟。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的人都被这个网络手机给制约尤其脸书有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所谓社群平台的部分，又主宰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2月18，这个澳洲人一起来发现他们这个脸书竟然没有办法分享新闻的讯息因为这当然也难怪了。我们这个学传播了解这个传统媒体这个广告的下单。马上在几年前已经被网络给超过，也就是说，所有的厂商他愿意投钱给网络商，而不愿意给这个所谓的传统媒体、报纸啦、电视啦等等这个部分，所以导致很多媒体产生了许多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个脸书跟澳洲他们就是为了有关在整个新闻上到底在脸书分享这个付费要谁来付费产生许多的一些争议因为我们知道以澳洲为例我们看到的资料大概80%左右的广告可能都进入到 Google， 可能进入到脸书所以在引起传统的这些媒体的生产单位觉得说，你这个不劳而获，就假借我们这些资讯来做传递早期会觉得很好，你就帮我多传递，就会发现这个广告也影响了后来的结果。我想值得今天好好来探讨我们开心邀请到我们的旅美学者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谢田教授，谢老师你好。洪麟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澳洲的事情引起大家许多讨论。后来当然有一些他们在谈到妥协解决的相关的一些方案。我们常讲免钱的最贵大家免费使用这些社群的媒体，显然他一定要从中得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就脸书来讲这个以他这种短几年，然后形成这么大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影响力甚至他还可以公然的去挑战一个主权的大国，这个不可思议。我们可以想象，跨国企业我们过去知道它钱很多，但很难想象它连权都非常的大。老师怎么看待这个整个为什么他敢跟澳洲这边来做一些挑战呢？洪麟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他确实是有很大的权利，就是说这个权利在我们在社会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就是探讨什么是权利，权利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比如说你对我有权利，或者我对他有权利，这权利的来源在哪里？那实际上学者们研究呢，权利的最根本的一点呢，就是依赖性，就是说你如果比方说你如果依赖我，那我对你呢就有权利。对吧？那你依赖我才能得以生存，才得以发展，才得以向上爬，或者得以赚大钱的话呢，那我对你呢就有权利。这就是这个权利产生的依赖性。而这个依赖性呢，我们知道这个谷歌也好，社交媒体也好，脸书推特Instagram 这些，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现代人，你刚才也提到这个现代人基本上已经被你把它给勾住了，死的勾住了，是吧？每个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呢，去滑手机，看你的脸书账户，看你的推特账户，是吧？一直到白天不停的看，就是说隔一会儿就要看，
有的人工作的时候，工作一会儿要拿起手机，一定要先看一看，看看有没有 email 啦，有没有短讯啦，有没有推特新的推特，或我发的推特有没有人回复啊，有没有新的照片呢？就是说，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还在看，那就是说他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了，像脸书的话，超出了就是一般般的原来说这个社交媒体，就是维持一个朋友的关系啊，这个社交这个范畴，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可以牢牢的控制人们了。因为你依赖于他了嘛，他对你就有这个权利，他就有力量可以控制你。你现在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他已经是你可以说是addictive 了，就是上瘾了，迷在上面了啊。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美国也发现了更多的，他不光是那个掌控了你，他知道你住在哪儿，你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去哪里旅游，对吧？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甚至可以因为你的政治倾向来决定，就是说封杀你，这我们都看到已经发生了。就是说，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你，他可以因为你的喜欢吃什么、玩什么，可以把那些有其他相关的吃的、玩的、吃喝玩乐的信息，给推到你身边来啊，甚至他可以就是说决定你如果不听话的话呢，或者你这个政治倾向跟他不一样的话呢，他可以把你那个账号给关掉，就是也不剥夺你的言论自由。他就是说，他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权利。我们以前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个政府也好，或者这政府的权力有三权分立，对吧？原来有媒体呢成为第四权，现在突然这些跨国公司大的这高科技，我们的 high tech， 有人叫我们 GAMFAM 什么就不同名字，咱们就叫做大科技公司好了。就是说从那个谷歌、脸书、苹果、推特、微软这些。他们那个现在的构成了第5大权力，并且这第5权呢，在这个前面这个4个权力之间，实际上在它的之上，因为它实际上可以超越这个，甚至可以超越政府，对吧？政府那个3权就超越，我们也看到在美国的情形，对吧？我想其他国家可能也有，对吧？那它也超越了媒体的权利，它其实把媒体都玩弄于掌骨之中。那这个很可怕呀！你想，现在世界上突然出现了这股权力，是超越原来我们知道的第4种权力之上，并且是没有人能够几乎没有人可以控制它了。所以他说我现在我想，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信息战，他们选了是一个只有2000多万人一个，人口很少的这么一个国家，来出示牛刀。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出示小试牛刀。我认为下面以后的这个冲突啊，会继续出现，并且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呢，实际上让全世界人们突然猛然惊醒了，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怪兽，就是lurk在我们那个头上在盘旋啊。所以这个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人们依赖它，人们给予了它权利，它就可以挑战任何政府、任何人民的所有的权利。是。听老师这样讲，当然就像我觉得台湾的便利商店，如果来台湾的人一定都对于它非常的觉得就是印象深刻哦。哇，这个光某这个单一家都可以到5、6千家店哦。但通路就是王道，早期这个是他们要拜托你产品上架。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大家依赖了这个超商的时候，超商就开始主宰说，你要付上架费，你如果不付的话，我就把你从很好的位置放到最低的那一层，那个人都懒得蹲下去。你看。当然，这个部分是商业的部分很单纯，但一旦有一些公益的，比方说他决定哪个媒体上或不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就面临到老师刚刚提到，这是一个第5权，它可以决定甚至操纵，甚至影响你们的选举。我想在这次美国大选很鲜明的部分，就看到这个样的例子哦。当然，西方国家特别这个民主深化的这个比较早的这些国家，通常对这样的东西当然都是比较早有一些警觉，包含欧盟，包含澳洲，他们也因为这样。定了一个新闻这个媒体的议价法，哇，这个法案定了之后，当然引起这些公司的一些反弹哦。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规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它也是一个想象，我觉得法规就定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真的也要有一点点脑袋哦，因为毕竟我们如果不谈一个偏颇的法规，它怎么样去谈到一个叫做合理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至少不会都满意，但是也都可以接受的方法？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法案的到底是什么？
OK 呀，这个法案呢，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是世界上首创的，对吧？因为这是这个世界首创，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澳洲政府是怎么突然就是一拍脑袋想起来这个。首先呢，我对这种媒体啊，他那个向一个主权国家开战，发动信息战，突然让几千万人，像澳洲至少有50%的人依赖于这个谷歌来获取新闻信息嘛，对吧？等于一下剥夺1000多万人的知情权。这个是很恶劣的，所以我是强烈反对这一点，谴责这一个脸书这个做法，这是第一。但是我对澳洲政府这个做法呢，我也持反对的态度。是这样，因为它实际上它是世界上首创，它想解决这些，因为澳洲那些广告公司，对吧？因为美国这些科技公司，因为脸书这些谷歌，他们那个收入减少。因为这个澳洲的新闻媒体呢，都把他要付他的记者啊、媒体啊各种各样就是运作采来的新闻，他们都争先恐后的放在这个脸书上面，放在脸书上面呢，在脸书上，因为脸书有这个人气，它可以收集到这些人，对吧？它在全世界现在我都忘记多少是20亿了吧，已经，就是说，那对于澳洲来说，我记得刚才你说过数字，是80%的人都在用，对吧？那就是说这些人都在用。他呢，就是说，那媒体他一定要上这个脸书，他也知道他上了脸书就可以从脸书上，甚至可以从脸书上赚到钱，或从那个推特上赚到钱。那这样的话，但是呢，他们给他很少。我们也看到这个分成的时候，分账的时候，给他们付的钱是非常非常少，因为这个大部分的广告收入呢，实际上是被谷歌给脸书给拿走了，被美国人给拿走了。那这个澳洲政府出于这个考虑，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点那个。nationalism 就是这种国家主义了，国家保护主义的想法在里边，觉得我们澳洲人的智慧产权，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被你美国人给拿走了，你还有占有这么大的市场份额，你还可以控制我们，所以他要他们付费，所以他呢并且他来主导是说你必须怎么样付费，我觉得这个是我所反对的。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政府干预了这个商业的竞争，就是说这实际上如果要通过的话，这会开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政府认为，我这个政府认为你这个产业对于另外一个产业的付费偏低，让某一个产业就是说损失了收入，那我就给你立法要求你必须付钱，强迫政府付钱，这个是共产党政权的做法。这个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在中国有个很贴切的例子，就是那个我可能很多朋友都台湾很多朋友听说过，叫做剪刀差，我们叫做工业农业产品的一个剪刀差，什么意思呢？就是共产党呢强迫用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呢卖给城市的工人，对吧？卖给城市人，然后把城市的工人产生的工业产品呢高价的卖给农民。这个实际上他就说，实际上这政府也是在强迫一个产业呢给另外一个产业付钱，是吧？当然，这个澳洲这是强迫这个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给这新闻产业付钱。这个用意出发点，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反对这个谷歌等这些高科技公司他们的做法，对吧？但是澳洲政府的做法呢也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不应该，他们应该另外考虑其他的方法。待会我们可以谈到，我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有垄断，这个谷歌啊这些脸书这些公司，他们有垄断、有市场、有控制，那我们应该做的是去打破这些垄断，当然这个很难，对吧？但是你不能够就是说政府来说，我来决定你应该给他付什么钱，或付多少钱，或付不付钱，这个 approach 这个方法啊，这是错误的。所以这些脸书的公司，你看，澳洲政府一旦开始要搞这种立法的话呢，他马上他抓住了一些理，我觉得他们是做法是非常恶劣的，但是他确实抓到了一些理，你被他抓住了，对吧？你是抓住的话，他才可以再敢于那样，就是说，干脆把你给全部关掉，对吧？这是因为我觉得澳洲政府的这个立法呢，这个做法呢，有些鲁莽，有些并且不。有违于这个市场这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那个是商业市场的规律，我是这样看的。你怎么看见，胡林先生？
是，谢谢老师哦。其实当然这个部分我记得哦，就老师一讲，我就想起台湾早期也发生过这样的类似的案例，是指所谓的广播电台播音乐这件事情。这就是到底可不可以？那要不要付费？还有包含我们很多的卖场哦，因为就很开心啊，就觉得放个好听的现在最新的专辑啊，然后让员工边工作边可以听。这时候人家说，不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有没有公播？公播是不是要另外再做一些付费？也产生这个拉拔啦。的确，如果良善的说，它只是一个在商业机制上面的运作，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新的状况、新的事件，大家重新去做一个评估哦，然后找到一个合理的共生的一个点哦。那当然，如果不好的、不良善的，或者是他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像我刚刚老师我觉得很持平谈到，我们大概在选举的时候，谷歌啦，或者是 Twitter 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谈到脸书，到底有没有一些权利来做某些超越政府法规的一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以前也没人遇过，因为这毕竟都是新兴的科技哦。所以有人也说这一次好看起来他们两边啊，因为这样的冲突开始做一些妥协啦，然后彼此在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拉拔。有人说，就像我刚刚提的，好像最终会找到一个所谓的比较共生互利的相对应的一些方法。老师您怎么看待？也就是你刚刚提到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黄玲，我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事情？我们再讨论下一个啊。好，就是首先虽然这场战争啊或者战斗最前线是在澳洲发生的，对吧？是美国的高科技跟澳洲政府啊在打架，对。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因为这些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对吧？美国政府不是现任政府啊，现政府这个拜登政府，我认为他们很难有所作为，甚至我都不愿意相信他们是个完全合法的政府。但是呢，川普政府，我说川普政府实际上在川普在这个任期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呢，他在一个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个230，我想洪玲您可能很清楚，就是一个230条款的问题，对吧？那这个为什么这些高科技公司它可以做得这么大，并且无所作为，为非作歹，无所顾忌？原因呢，它有这个230条款的保护，就是说他说我就是一个载体，我是个载体，对吧？我就是个平台，然后呢，你们都来发消息、发新闻，对吧？然后呢，当然我赚我的钱，就是他不为这个新闻的内容来负责，就是说。那如果你能真正是做到只是个载体的话，你新闻的内容发布新闻的人来负责，这也无可厚非，对吧？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因为这些公司实际上都是偏向于美国的这个左派新社会主义这一派阵营的，他们不光是说他不是只是作为一个载体，因为作为载体他必须允许保守主义的右面的左面的所有的内容都在上面，他们开始介入了。他们不甘心只当个球场，他们要当裁判，啊，他们要下去踢球，是吧？他们进去把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可以限制，是吧？可以封号，可以关闭，可以撤掉视频，对，他做这个。而呢，他又同时有这个230的条款的保护，使他免于受到起诉，这个就是他们做大的原因。所以当时川普政府呢，他们在我记得最后一次在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边呢，提到了这个剥夺他们这个230条款的保护，但是后来很遗憾的这个没有实际没有完成，那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他们仍然享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为所欲为，也很难胆大包天，也掌握了很大的市场，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做这件事情啊，这是我想补充一下刚才讲的。还有你说这个怎么解决啊？我觉得解决的这个关键呢，在于这个怎么打破他们的垄断，啊，这确实是个新的垄断方式。我们如果找美国的这个反托拉斯法，你找的当年的那个希尔曼那个法案，比方说回顾到100年前的那种反托拉斯法的话，从最早的，我想大家可能台湾应该也很熟悉，就是美国有一个标准石油公司，大家知道是吧？那标准石油，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它非常成功，它这个吞并了所有的一些小的石油公司，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最后整个美国几乎这个东半边的半壁江山都是他们的，所有人都要从他那买汽油，因为汽车开始慢慢热起来了，对吧？那他在买石油的时候，反托拉斯法出现以后呢，美国政府给强制的把它给分散，
把给它分解成那个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分析成20几个石油公司，20几个石油公司呢，它可以那个洛克菲勒家族他自己的利润并没有受到损失，他仍然拥有很多股份，但是每一个公司都有不同的人拥有，他有20个公司之间互相竞争，那至少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呢，这种自由竞争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对我们老百姓啊是有好处的。那你对这种石油、钢铁，对吧？这些甚至银行这些产业，你可以把它分解以后呢，让它自由竞争，让消费者有选择，这样可以有效的就是说打破它的垄断。但是你说这个高科技怎么办？实际上，美国政府早期那个对微软呢，就实际上已经有过这个准备，想用反垄断法来对付微软。当时微软不是有它这个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就是那个你们叫做怎么说，视窗运作系统，对吧？那它也是垄断性的，对吧？它有垄断性的话，但是你没办法把它给打成2个公司，打成2个公司你不可能把一个这个系统分成2半。或者是你如果再生产这个新的系统，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力和物力去做，这关键它已经占领了一个市场。那后来美国政府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它不能说把微软的最核心的这个视窗操作系统给分成2半，但是它可以强迫它呢，就是说你不能把你那个浏览器，比如说就是 Explorer 这个跟它来强迫的那个搭配，对吧？那就是你必须允许其他的，比方说谷歌或者就是这种火狐啊，或者说 Chrome 啊，其他的这个去做。但这个实际上你看，就是说这就体现出来，就是说打破这种高科技的垄断是很难。就实际上这个微软的视窗系统运作系统这个垄断现在仍然没有打破啊。谷歌更是这样了，不是谷歌，脸书你看看，我脸书有个账号。我就5000个朋友在上面啊，达到它的上限了。我的推特上也有1、2万人在上面。你说你现在如果打破这个脸书这个垄断，你把它拆成2个脸书吗？是吧？你拆成2个脸书，像我的5000个朋友，我们去哪边呢？你不能说我说一半去一半，那我到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怎么就在这2个脸书甲和脸书乙上面去怎么做呢？我今天上这个，明天上那个，还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有很多这种现实上的那个困难。对推特也好，这个 Instagram 也好呢，其实都有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挑战就来了，就是我想这个也其实应该这些政府官员、反垄断官员他们也在思考。我想台湾的政府官员恐怕也在思考，业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知道。它这个产品的特色啊，就是决定了它必须是这么一个垄断性的，就像谷歌对吧？谷歌搜索它就是谷歌搜索，还好我们知道现在有其他搜索。为什么谷歌在澳大利亚这件事情上，你看到谷歌先退让了是吧？我记得是不是谷歌好像先妥协了对吧？对，原因在于它这个垄断的权利呢不那么强，因为还有什么Bing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雅虎啊，其他的也有搜索引擎，它多多少少它不能完全垄断。但是脸书这种垄断，因为你想用的脸书这种 feature 的话呢，你只能上脸书；你想那个接触到你那些朋友的话呢，你只有通过脸书。那你现在这个又没有办法从这个现有的方法呢，你不可以把它给打破，不把它解体，让他们互相竞争，那人们还要用，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想办法。这时候台湾可能可以帮助，你看台湾这个资讯产业也很发达，对吧？资讯产业很发达。你刚才说的那些7-Eleven 也好，这个或者是小吃店也好，这个我都非常喜欢，就非常方便。当然台湾有这个 7-Eleven 对吧？你们叫 Seven 好像是吧？那还有这个那个叫福什么来着？一个叫。我们就便利商，老实讲，便利商店啊，便利商店我们当然什么全家啦、Seven 有人叫小七啊等等这一类的，对，你们知道还有好几家可以竞争，对吧？就是说这你可以保持它这个竞争的状态啊。那你这个台湾这种资讯产业业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发挥我们这个华人的那个智慧，想出一种方法，既打破了它这种垄断。但是呢，就是说又不能够
就说是让这个损伤它这个软件的这种社交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挑战的性，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去做的。实际上我在这个美国这个脸书、推特他们开始封杀川普的时候，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怎么样我记得我这个标题是就是说把这些社交媒体啊怎么做法。我当时的建议呢，这是应该是1个月以前写的吧，1-2个月之前写的。我觉得就是把它们变成一种公用事业，变成一种公用事业以后呢，就是把它变成像我们叫做公用事业，就是 public utilities， 就是说水和电啊、煤气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互联网呢，我认为把这个互联网呢，你需要把它变成一个公用事业，因为人们现在对这个互联网、上网和用社交媒体这种依赖性呢。已经你可以说真是跟水电呢、煤气啊都差不多了，对吧？你不可能你现在怎么这些现代人他的生活方式上你怎么让他离开那个手机，离开上网呢？对不对？不管电脑上网还是手机上网，所以呢，你如果把它变成一种公众的公用事业，当然呢，你不需要用政府来管，你可以用一种，比方像美国的那个公用事业水电的话，它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是吧？它是半官方的呀，有官方可以参与，但实际上是它只真正的提供一个平台，真正提供平台呢，让你这些软件也好，运作也好，变成这种公用事业，那这个时候呢，其他人就可以上去竞争。所以呢，我是这个，当然我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思路了，对吧？初步的思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呢。如果再有这种 IT 的那个资讯产业的行家也或专家也好，他们如果能够从这个软件的技术上、软体的技术上来突破，这样我们才能消除这种社交媒体和高科技呢对我们的一些控制。它这是对我们的控制是越来越深、越来越严了啊，非常可怕，非常可怕。谢谢老师哦。其实台湾当然对媒体的部分呢，也经历过一个不同的一个变迁哦。从最早原来我们刚刚讲的党政部分的状况之下，台湾最早在民主运动夹杂的要这个党政军退出媒体呢，当然也立法也做了一些规范，但到底真的退吗？后来当然透过这些媒体政党的外围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人士，很多的企业又进入到掌握媒体，所以大家又觉得对媒体的垄断的部分，台湾过往也为了这事情甚至上了街头游行抗议啊，一直到现在都在不断的拉拔啊，特别不会言这个中共的所谓的伸手，让我们有些媒体还被冠上红媒，因为觉得说这是不良善，有些背后的一些企图哦。当然包含现在这些商业的这些所谓的第五权，看起来这种网络媒体的部分，台湾的确也重新面临这些挑战啊。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台湾内部有引起一些讨论啊。那当然老师很客气啦，老师如果说真的给台湾的一些建议哦，不管政府不管是业界，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会是最适当的呢？就台湾可以真正的好好研究一下这件事情。我觉得您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今天做得非常好。我们在探讨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我也远远没有结束。这件事情是你可以说是高科技媒体对人类社会的一个挑战，是一个牛刀小试啊。下一步呢还会有更大的冲突，因为他不会放松他的控制欲望的，对吧？他会继续扩大他的权力，对吧？继续扩大，继续你比方说，如果下一步，比方我们人类现在开始走入自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那种境界，对吧？然后呢，所有的汽车都跟互联网连在一起，我们不是物联网嘛，对不对 ？Internet of the Things 物联网。然后呢，你到时候人坐在上面，这个汽车是自动驾驶，你都不需要碰，然后它被整个互联网、被其他的软件公司、科技公司给操纵。你的车，他让你的车去哪去哪，他让你的车说的不好听，让你车从这个悬崖上开下去，他就可以做到让你开下去。你说，就是我就说它会对人们的未来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从衣食住行呢，甚至到你的思想。你的政治观念理念，你在投票时候支持谁，对吧？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甚至你去信什么不信什么，他要求你信他，信科技，迷信科技，
迷信科学，对吧？而可能让你这个慢慢就是说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这个科技化，对吧？让你偏离这个对这个真正的神啊佛的信仰，那时候你怎么办？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现实的，非常可能发生。所以呢，人们确实看到这么一个巨兽开始对人们有所控制，现在呢只是简简单单的，现在澳洲给你小小的展现了一手，对吧？所以下面呢，台湾的这有这个非常好的那个人力的资源，也有这个非常好的媒体环境。当然你说的我非常同意，洪毅你刚才说这个台湾这个被这个中共渗透的非常非常重。这次我已经去过台湾8、9次了，最长的一次17年待了3个月，就是我深有感触啊。还有一个呢，台湾这个媒体呢被美国主流媒体的控制或者影响也非常严重，就是他们实际上对这个，他们以为美国来的东西都是好的，或者美国来的东西都是可信的，不是这样的，我的台湾朋友们，知道吧？美国这些主流媒体呢，我们知道在这次这个选举中或者最近的几年，他们撒了有非常多的谎言，有非常多的掩盖，有非常多的昧着良心在说话。所以呢，你不能够直截了当的就把这个主流媒体的东西拿过来，你就认为当成真理、当成事实去报道，就是说那你就被他们欺骗了，对吧？所以台湾需要发展这个媒体生态，并且台湾有这个，我认为在资讯产业，你不管是从软件到硬件上面呢，都有优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呢，要解决的话呢，就必须破除他们的垄断，但是确实很难。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推特对吧？推特不是那个推特，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有应该是8900万个那个粉丝，8900万个粉丝，对吧？推特一下子就把它关掉了，啪一下就关掉了。关掉了以后呢，很多朋友说呢，川普现在还没有恢复，这个川普的推特还没有恢复。有人说我们去另外一个家，另外一家好像有一家叫 Parler， 好像 Parler 是另外一个，对吧？我知道很多朋友呢，就很多人就转上 Parler 去了，我也转上 Parler 去了，但是我发现呢，这个 Parler 要想取代这个推特很难，非常难。你看到就是，即使有很多人转过去了，在这种大的很多这个推特这些很恶劣的行为下，就是说有这么大一个动机去转过去，但仍然非常难，并且关键是他这个Parler的话，他即使假设真上有几千万人，川普那8900万人一下过去的话呢，他根本handle不了，根本这个处理不了。他现在别说8、9千万人，他可能一下过去800万人，可能他就要瘫痪掉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 first mover advantage， 就是先发优势了，在这里边，因为它确实已经占有了市场。就是说你从不管是 Parler 也好，其他也好，你想这个夺取这个推特或者脸书的这个竞争优势，也会很难的。就像脸书，我怀疑有任何其他公司可以很快的，是有可能就把脸书这个优势给，就是从竞争的角度，就是后来居上把它给夺下来，因为它已经有20亿人在上面，有20亿人在上面，你怎么把它给夺下来？它就关于他自己，它变成一个巨兽以后呢，它吸纳了很多资金，它吸纳了很多人才。有一个公司如果想发展个什么东西，想跟他竞争的话呢，对他来说很简单，把你买下来，把你买下来。你如果这个老板，你说这个 founder 或者创立者，你说我不卖。你不卖，你可以不卖，你可以撑一下，撑1年2年，对吧？那你最后你要上市，对不对？你在上市以后，他把你的股票都给你买下来了，然后用这股东大会强迫你怎么办？就是他这个后面高科技后面，我认为可能还有力量。我们不管它叫的什么名字啊，有的人可能叫不同的名字，你叫它沼泽也好，叫它深层政府也好，叫它什么家族也好，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力量，这个力量非常的庞大，这个资金也非常的庞大，所以呢，他们很容易就是把这些，挑战这些公司的人呢，他就可以收买，可以封杀掉你所以这个确实是人类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台湾如果就是说你不管是媒体也好，产业也好，甚至政府也好，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你如果是真正的想维护这个人民老百姓
的自由的权利啊，不管是言论也好，信息自由，媒体上的自由，对吧？那台湾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我觉得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今天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就是说，至少是一个开端，我们就是严肃的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一个这种这种科技的那个专家，对吧？但是我也不是法律专家，但是我应该聚集那不同的这个行业的专家呢，我们应该去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是你必须解决，你不解决的话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下一遍怎么样？它可以让一天一夜之内，overnight， 一夜之间让这个1000万人突然找不到北，不知道他这个澳洲自己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新闻都不知道，这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想想台湾，我们台湾2000多万人，1000万人啊，台湾跟澳洲差不多啊，2000多万人，你突然有一半台湾人第一天发现我们不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多恐怖。我们不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外界发生，连台湾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太恐怖了，这是太恐怖了。你觉得呢？是，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也非常好。这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单纯是商业机制上面怎么样互利共生，我想这些商业的人他们会去好好去做一个讨论，找到一个平衡点了。但对于深层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有人掌握了那么厉害的高科技，而大家又被他制约了。如果他被不良善的人所运用的话，会产生什么事情？其实，在每次的选举，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不管在台湾，不管在欧美，事实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讨论，甚至产生了实质的一些影响哦。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关注啦。但听来，最终还是要成为一个脑袋清醒的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哦。这个不被制约哦，所以真的谢谢我们有那么多很好的学者哦，每次在节目当中都让我们随时保持清醒哦，不要一下子就进入迷糊了，而被人家洗脑控制，被人家卖掉了，还帮人家数钱都不知道。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旅美学者，我们谢田教授这么精彩的这些分享，我们再次感谢老师，谢谢你洪林，谢谢各位观众朋友。